第111分钟，佛得角的后卫迪内把球捅进了自己家的球门。一个52万人的大西洋小岛，世界杯头一回打进淘汰赛，做整整120分钟的梦，最后是自己人亲手把这个梦掐灭。对面站着谁？世界第一卫冕冠军，全队身价是他们15倍的阿根廷，还有39岁刚刚打进世界杯第20个球的梅西。可就是这么一支球队，佛得角2回落后2回，把比分扳平，把这支世界冠军硬生生拖到了加时最后几分钟。他们最后倒下，不怨梅西，怨命。阿根廷3-2佛得角，这120分钟到底是怎么踢来的？老马一段一段给你捋。有的球啊，赢的那方一脑门汗，输的那方反倒能嚷着偷走。今儿这场就这样。先说这个佛得角你可能压根没听过这地方。大西洋上一串小岛，离非洲西边不远，全国就52万人，搁咱们这边也就一个县那么点人。就这么点人的国家，头一回打进世界杯，还一路杀进了淘汰赛，成了世界杯历史上人口最小的一支进淘汰赛的球队。更逗的是，他们小组赛是怎么出现的？头一场揭幕战，佛得角碰上的是赛前的夺冠大热之一——西班牙。所有人都等着看西班牙进几个，结果呢，0-0，佛得角把这支欧洲豪门一个球都没让进，那是全世界头一回正眼瞧了瞧这支小岛球队。第二场对乌拉圭，2届世界冠军，佛得角2-2追平了，还打进了他们世界杯历史上的头2个球。第三场0-0闷平沙特，锁定出线。3场球全是平局，愣是一场没输，把2届世界冠军乌拉圭给活活挤出了线。这段咱半个月前专门讲过一期，佛得角创造历史，说的就是他们。3场全平还能出线的队，你就先记住这4个字：平局大师。有人问了，3场平局也能进？新世界杯48支队，小组里前2名加上成绩最好的几个第3名一块进淘汰赛。佛得角就是靠这3个雷打不动的平局，稳稳的挤了进来。这支平局大师还有个特别的地方，一整队里有6个人是在荷兰出生长大的。揭幕战对西班牙，首发11个人里就有5个是鹿特丹娃。这事儿得从头说。佛得角这地方岛小日子紧，一代一代人往外走谋生，好多就落脚在了荷兰的鹿特丹。孩子这出生在那儿的球场上长大，练出来的是荷兰那套身板那副脚法。等这帮孩子踢出了名堂，佛得角一个一个把他们招回来。于是你就看见了这么一支非洲小岛的国家队，半支队带着鹿特丹的球风，哪边能踢上球就踢哪边踢。足球场上这事儿就这么现实。再看对面这位阿根廷，上届卡塔尔的卫冕冠军，这届小组赛3战全胜，一个球都没丢，头名出现，全队身价8个亿欧元，佛得角才5000多万，中间差着整整15倍。国际足联排名，阿根廷世界第1档，佛得角60开外，领头的还是梅西，39岁了，这是他的第6届世界杯，差距摆这么开，按说就该是场一边倒的屠杀。可这场球踢到第29分钟就不是这么回事了。纸面上那点差距，顶多管开头那几分钟，管不了整整120分钟。第29分钟，阿根廷先动的手，利桑德罗·马丁内斯，你记住，这是个后卫，在禁区前沿一记挑传，梅西反越位卡在最后一刻跟上。什么叫反越位？就是后卫想算计你越位，故意急停往前提一步，结果梅西比他们快半步，卡着线溜到了身后，轻轻一停，面对门将沃吉尼亚一挑，球进了，1-0。这个球来头可不小啊！他是梅西世界杯生涯的第20个进球。咱之前那期梅西专辑专门讲过，他早就是世界杯历史第1射手了，那会儿是19个，今天这一脚凑够20。不光如此，他还是头一个能连着8届世界杯都进球的人。世界杯出场次数，这也是历史最多的一次。淘汰赛里进球带助攻加一块的贡献，超过了贝利，超过了姆巴佩，近60年头一份，39岁的人了。在世界杯这最大的台子上照样开张。1-0，你可能觉得卫冕冠军这就该开闸了，没有，佛得角一点不慌，还是小组赛那3个平局的老打法，高强度的憋，玩了命的拼，落后了就往回收，赌你阿根廷心里急。而这时候佛得角那个门将沃吉尼亚站出来了，阿根廷一脚接一脚的招呼，梅西一届直接任意球划着弧线奔死角去了，眼看要进，沃吉尼亚一个鱼跃给摘了下来。这一场他一次又一次的把球从门里扒出来，硬是不让阿根廷再进。佛得角能一直顶住，能把这个比分拖下去，头1号的功臣就是这个门将。
你先把它记一笔，后头还有大用。就这毛的第59分钟，平局大师的老本行来了，门德斯一脚球给到禁区，德罗伊·杜瓦尔特接球，一个转身，远角低射，球钻进了死角，把阿根廷门将大马丁的球门给洞穿了。1-1，这个杜瓦尔特也是鹿特丹长大的孩子。更巧的是，进球这一天正好是他27岁生日的前一天。国家队的第一个进球，佛得角打进世界杯淘汰赛的第一个球。他赶在自己生日前一晚踢进了这一个，场面阿根廷站着，可佛得角那股心气儿他压不下去。90分钟踢完1-1，谁也没分出高下。真正的好戏全在加时那30分钟里。加时赛开打之前，老马插一句，喜欢这么掰开揉碎讲球的，右下角点个订阅。第一次看球，往后每一场硬仗，咱都这么给你盘。行，接着看加时，加时才踢了2分钟，第92分钟，阿根廷又领先了，还是那个后卫利桑德罗·马丁内斯，这回自己攻进去了，2-1。你品品这个细节，一个后卫一场球里又送助攻又进球。上一个能在世界杯单场里既助攻又进球的阿根廷后卫，得往回追到1966年，连后卫都顶到前头来解决问题了。话反过来说，阿根廷前面那帮进攻手，这场是真没打开，2-1，眼瞅着要过关了。按常理，佛得角踢到加时这个点儿，电量早该见底了。一支弱队靠玩命的逼，玩命的跑来扛豪门，油箱一般撑不过90分钟。这条体能的老规矩，咱讲英格兰、讲塞内加尔纳2场都念叨过。可佛得角这帮鹿特丹练出来的身体愣是没垮。第103分钟，平局大师第3回要把比分扳平了。卡布拉尔又一个鹿特丹出生的孩子，抓住机会把球送进了阿根廷的球门。2-2，这个卡布拉尔的经历特别能说明佛得角这支队是怎么一点点攒起来的。2002年生在鹿特丹，从荷兰的青训踢到瑞典、德国的低级别联赛，再到葡萄牙，去年底才被豪门本菲卡买下，租到土超的特拉布宗。就这么一个辗转过好几个国家，从最底层一级一级爬上来的球员，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第2次把卫冕冠军给拽回了平线。佛得角等于又一次告诉这支世界冠军，想赢我没那么容易。到这儿，比赛来到了第111分钟，就是开头咱说的那一下，梅西开出一个角球，罗梅罗在前点争顶，球蹭到了佛得角后卫迪内博尔赫斯的身上，方向猛地一变，钻进了自家的球门。门将沃季尼亚扑救的方向全判对了，可球是被自己人蹭进来的，他一点辙都没有。3-2，这一下最开始还继承是罗梅罗的进球，回头官方一看录像改了，乌龙球算佛得角自己的。你换位想想，那个迪内，他防了111分钟，跟着全队一块儿防住了梅西，防住了阿根廷一整队，眼看就要把世界冠军拖进点球大战了。结果最后送球进门的不是别人，是他自己的身体，这不叫失误。后卫上去争顶，球蹭身上拐个弯，神仙也拦不住，就是运气差，偏偏砸他头上了。佛得角这个童话，3场全平，2次扳平卫冕冠军，最后掐灭他的，居然是自家后卫一次倒霉的折射，跟梅西都没关系。第120分钟，补时又踢了4分钟，中场哨响，3-2，福得角就差这么9分钟，差点把世界冠军拖进点球大战。命这东西有时候不用他自己出手，你就替他把自己给交代了。博得角这边是满地的悲情，可你把镜头转到球场的另外半边，站着的是一个赢了球心里头就发虚的卫冕冠军。老马说句公道话，阿根廷大部分时间攥着球权压着人家打，射门一大把，可结果呢，被一支世界杯首秀的小国2回扳平，最后还是靠人家一个乌龙才赢下来。第50分钟那个丢球是被人一个反抢一转身就打穿了。第103分钟那个是加时体能到了坎上，阵型往回一缩，又让人给抓住了。派上全主力，梅西踢满120分钟，一支压着打的球队，一场球里被同一个对手打穿2回，身价差着15倍，排名差着60多位。这仗打成了这样，这就叫卫冕冠军。今天晚上这句话得打个问号，这可不是老马一个人在这挑刺儿。美国的 NBC 赛后原话就是：世界冠军险遭一场天大的惊吓，说他们下半场和加时明显掉了档，赔率上更直接。这届世界杯夺冠头号大热早就不是阿根廷了，是法国。阿根廷还能被人看好，一大半是因为抽到的这半区千转，不是因为这场球踢得有多好。再加上那个老话题，卫冕魔咒从2002年到现在5届卫冕冠军，4届都栽在了小组赛，就没一个能走远的。那阿根廷这是真老了，真不行了，还是压根没使劲儿，留着力气在后头。
这个事儿两边都有道理，证据都不少。老马下一节专门开一堂庭审，好好审一审。今儿这场先给阿根廷记上这一条，赢是真赢了，虚也是真虚了，这俩不打架，最后把镜头还给佛得角。中场哨一响，那个门神沃基尼亚这一场他一个人扑了整整8个球，是把世界冠军硬拖进加时的头号功臣瘫坐在了草皮上。生日前夜进球的杜瓦尔特红着眼圈，那一帮从鹿特丹来的孩子搂在了一块儿。你想想这一晚，隔着一个大西洋，鹿特丹那边有多少户人家守在电视机前，看着自家的孩子跟世界冠军死磕到加时的最后1分钟。52万人的小岛，这一届世界杯先把2届冠军乌拉圭挤出了线，又把卫冕冠军逼到了加时的最后一折。他们输了，可全世界都记住了这个名字。这一幕跟前几天日本那场太像了，领先了5冠王巴西那么久，补时最后一下才被绝杀。弱队就差这一口气倒在门口，可踢到这份上，输了也是好汉。佛得角这个平局大师一点都不丢人，输给阿根廷真不丢脸。那另一边，梅西带着阿根廷接着往下走，下一场呢16强，阿根廷对埃及，就是那支点球淘汰了澳大利亚的埃及。时间是北京时间7月8号周三凌晨0点，美东是7月7号中午，地点在亚特兰大。再往后这条路8强这边还有瑞士、哥伦比亚这些在等着。再往上半决赛那一侧是英格兰、巴西这种真正的硬茬子。说实话，抽签上阿根廷这半区是比另外半边软，可就算是软签，头一关埃及也得先给我踢利索了才行。至于好多人惦记的跟法国那场决赛重演，法国在另外半个区，阿根廷要想碰上法国，最早也得2支队都杀进决赛才行，所以决赛碰法国那是后话。眼下这关埃及先过了再说。这状态的阿根廷抽着软签压着打，还被一个首秀的小国拖到加时才险过。过了佛得角这道坎儿，后面那些硬仗你拿什么气过？这个问号。埃及那场咱接着盯，觉得老马盘的还行。右下角订阅点上，第一次看球，下一场埃及咱不见不散。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马，咱们下一场见。